大家好，我叫陈罗密欧。哎，好，你看到每个人全部一起在抖。最新的东西其实我也听入行到现在，我也没有跟人家说。你还看，我还自己写。我的天哪！全听你说。听说你在《骤变》那部戏的时候，和瑞恩啊，跟瑞恩有压力，因为瑞恩是公认的演技好。对，然后我知道来临监制那时候，他有跟瑞恩说，哎，那个新人我们会比较有压力，所以要瑞恩跟我可能讲多一点话还是什么，所以在开拍之前，瑞恩其实有跟我聊比较多，让我就是不要这么拘谨。结果呢？结果是有帮到一点点，可是就是在跟他一些情感的戏啊，就是一直抓不到，然后会一直 NG， 然后 NG 一次。来第二、第三次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担心怕瑞恩生气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他说所谓的一点点是真的形容的很到位，因为瑞恩感情已经来了，结果我们罗密欧真的挤出一滴眼泪。你有找到啊？每个人的感情戏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在你身边陪着你。会有压力啊，会有点辛苦、啊。压力是，只有那一场戏有那感觉是，他都哭到这样子，我没有那个情绪好像。在比看谁哭是吗？你捏自己、没有哭不出这。所以怎么样的情况下会变成有压力哭不出来？环境，然后又看到大牌开始哭了、对，他大牌，所以这些都有影响。怎么样跳离出来啊？不行，完全不行。其实这东西我还在学。我觉得到目前为止，每次拍情绪戏、哭戏，我都是一直在挣扎，因为我一直感觉是很新鲜的东西，我一直要重新摸索。还是你本身就没有什么眼泪的人？其实我看戏很容易哭，可是在真实生活的你碰到困难容不容易哭？比较少，对吧？比较少。我觉得从以前你的那些人生经历，你都不会说很深刻，你也没有刻意风轻云淡，但是对你来讲就是很不深刻的这样子带过。是。尤其你这种人很容易被外界给干扰。如果你碰到稍微坏蛋一点点的，或者是给你带更多压力，我只要跟你讲，我等一下5分钟后一定要走，你一定死。我有拍过一部戏，那个是我们一定行。然后那场戏是我真的要哭的，可是我很担心。然后可能导演也知道我哭戏不是最在行，所以那个导演那时候也是开个玩笑，等一下我要看你怎么哭。我知道他没有恶意，可是他只是随意的这样讲这一句话。哇，我就那个更有压力了。那时候等一下你要看我怎么哭，死了，我要怎么哭？哇，那时候我就很紧张了。然后是还好，我觉得是丽萍姐给戏，她给戏给的很足哦，她的台词都不在剧本里面的。哦，所以那是意想不到的。对，丽萍姐，哇，表情已经到位了，她就已经开始流泪了，然后就握住我手，她就轻轻的拍我的那个手背，说，哭出来吧，爸爸不会怪你的。想哭就哭啊！哇，我听到爸爸不会怪你，我马上哭了，那一哭就没有收。是啊，你要哭就哭吧。爸爸以前常说，男儿不可以轻易掉泪。哭吧，爸爸现在不会怪你的。姐，对不起。
其实那场你的哭戏有感动到我，有把我的眼你那个是真哭。是啊，就是真哭真眼真感受啊。对我有一刹那我的眼血丝是出来一下，那个就真哭感受到了，对就是演技在线上了。对，所以我才知道，原来资深演员他们的功夫在哪里。有时候给戏，不是说你演多好要帮助自己，而是你要怎么帮助到你的对手。所以这个我也明白了，现在是你在拍《动荡的年代》的时候，也是遭受到批评，动荡哦，很动荡的年代，好难演。怎样被批评？又要演个50年代的律师，然后本身可能台词方面已经没有说很棒了，然后在咬字方面也没有很好，然后接到这种角色，你又不能比较口语化的讲出来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啊，好了，我们找个语音老师来雕我的台词，所以上了课，的确中文是有纠正回来一些，可是演的时候就不自然。播出来的时候，观众觉得哇，这个演到这么烂，很木啊。因为本身张掖那个角色又是带坏了，已经不讨喜了嘛，所以可能又演得很木、很僵啊。然后就观众一直在批评，每一集都会受到一些批评。煽动学生示威，阻扰警方行动，支持颠覆团体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敏儿，你为什么那么愚蠢？明知道被利用，还甘之如饴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会感觉说，一定会有这种感觉，想法说好像不适合在娱乐圈，好像不适合演戏。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有它的原因啊，所以我记得那部戏，它台词的确很难讲、很难背、很长。可是那部戏也让我接下来的戏剧比较容易，因为我开始背台词的时候，我觉得比较容易。对吧？所以是因祸得福吧。是你一定要破茧而出，你可能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被人家稍微刁了一下，但是当你破茧而出的时候，人家知道你当初受最大的苦难的时候，是你下最多功夫的时候。是。所以之后你跟我们的几位艺人一起都去台湾发展演戏，听说你在那个地方表现得不错，而且你发挥在正常水平以上，感觉很好。你们为什么来脱开了那个束缚的枷锁，是吗？我觉得也是我有经历了很多年的训练了啦，所以在这一行也不是说最新了，所以难得的一个机会到台湾，然后我也觉得，因为台湾的工作人员，是他们第一次见到我，所以我的缺点其实他们也不懂，所以我感觉会比较轻松一点，我没有那会吗？会啊，哎，你跟人家相反呢？是吗？我如果有跟大队去跟中国合作啊，这些什么中兴联欢还是什么，就是有合作的话，我一到别人面前，我整个人就没信心，所以我到人家家外面，我是很不舒服的。就你这说法也没有错啦，哪有可能傻傻去外面觉得哇好舒服哦，好好玩哦？可是我感觉就好像没有人在质疑我一些东西啊。你居然在陌生环境，你觉得自在也 OK 啦，也 OK， 傻人有傻福，傻胆。然后你最喜欢合作的女艺人有谁吗？大哥凤玲，徐拉，你都喜欢高妹嘞？不能说高妹了啦，范文芳，你想跟她拍戏吗？没有跟她拍过哎。你看你一大堆她的，你想跟她拍吗？想啊，可是好像没有什么机会。可是我第一次跟阿姐拍戏，好像是志在四方，我突然间郑慧玉在我前面，我那个台词一直吃螺丝。阿姐是第一个让我感觉有压迫感的一个艺人。然后呢，你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角色让你比较满意的？快乐王子，那就是刚刚入围的这个。对，志在四方2，因为我觉得那个，我发现到原来我有喜感。OK。那个我觉得被批评那个，反而也是让我记忆最强的一个张燕。演得很爽是吧？对。OK， 你入围了4次最佳男主角，在红金大奖当中，可是都跟奖项擦肩而过，我想你应该是蛮失望。因为失望了嘛。非常好。对啊。很真诚的去面对这一切。然后也是每次大家都会用那句话来鼓励自己，能入围已经是个很大的肯定了。不，真的是很不错啊！几十部戏，几十个演员，对啊，是花费一整年，日以继夜，熬夜，从50多个人跑出来5个，都是很棒了，真的很棒。但是至于想得奖的那个心态，
是怎么样的一个正面的心态？我们可以让观众知道。我觉得得奖是每个演员都会想要得到的。我觉得得奖的东西是让我自己可以更有信心，一个鼓励，一种鼓励。因为演过很多角色，有时候还是会感觉到瓶颈，所以如果得到一个奖，那感觉是一种来 engine restart 的感觉，推动力这样子。是，而且我觉得除了对自己是一种鼓励以外，也是回馈支持你、疼爱你的那些员工最好的一种回报。没错没错，因为我私底下其实有几个导演、监制，他们都是看我长大，所以他们常常几乎每一年都会说，希望有一天可以看你在台上得奖。所以我也是每一年都回答，明年我一定会。很好啊，很好啊。然后现在我们要跟你进入的一个是真心话快问快答，就是快问快答 ，yes and no，A or B。OK， 来啦，第一题，吃西瓜还是吃冬瓜？冬瓜。高帅还是富？富。OK， 喜欢的女生类型是白富美还是傻白甜？是白富美，对不起。又像我这样啦。哦，长得是白，皮肤白，然后又很富有，美，又很美，白富美。OK， 好。黄俊雄、全一凤掉进水里会救谁？全一凤，因为俊雄会游泳啊。哇，看黄俊雄片段。如果我跟罗密欧一起掉进水里，你会先救谁？当然是一凤姐啦，那个都不用想的。罗密欧就不要管他算了。我打电话，我把这句话录下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如果掉进水里，你比较需要我去救啊，那个不用想了。在八公子当中，谁最红？炯江。哦，不是你吗？感觉上是炯江比较红。谁第二红？目前为止，我觉得我吧。OK， 好，可以，没对没错吗？非常好，对自己要有信心，因为我们知道说你可能对自己稍微缺乏了一些信心，就像你刚刚讲的，你觉得自己可能是定位在还好的一个阶段，那是因为你自己刚刚讲的，你对学历这一块你非常的在乎，是，你一直觉得怎么样要叫做高学历，在这个圈子才会有信心呢？可能在新加坡成长的过程，每个孩子都要有很好的一个学历基础，可能有些人看文凭。所以就会比较现实，因为如果你拿两个人比的话，这个可能有大学文凭，这个只是一个理工学院的文凭，他们还是会做个对比。那现在的成就跟学历有关系吗？老实说没有。我还是觉得读书是非常重要。是。但是如果你一旦出了社会，过了那个读书的风气，那你就要在外面社会上读大学。对，社会大学。你在读书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读书比较没有那么棒？我觉得懒惰，不会为自己的未来策划东西。我是那个活在当天的那种人。陈罗密欧出名言：活在当天，活在当下。对啊，你的日子是过天的，一天过一天啊。你今天想做什么，想玩什么就做，想吃什么就吃，所以不会去想到我明天要做，可能会想到明天要吃什么了，可是不会去策划更远的东西。你妈妈也家里人都不会给你压力，读书的压力。因为我爸妈他们没有说，娃呀，你一定要当律师，你一定要当医生，还是飞机是什么什么？他们会说，尽量把书读好啦，拿到好的文凭以后做工就可以钱赚多一点。所以我读的科目这些都是跟着我的嗜好。我知道我在科学啦，还是语言啊，还是历史啊，我都不在行。business 我也没有什么兴趣，可是。因为小时候就喜欢玩 game， 对电脑比较有兴趣，就觉得感觉对 IT 会比较在行，所以就往电脑那一块过去。所以我就是慢慢这样跟着我的嗜好走。那你到什么时候才发现原来读书很重要，才奋起？我从中四过后我就去 ITE，然后通常你 ITE 2年过后，你要再去 Higher NITEC， 也是过多2年。可是有一些人呢，是2年 IT 过可以直接跳去理工学院，可是你的成绩在那2年要非常的棒。对，所以我那时中四，我去了 IT 过后，我就选一个我不是最有兴趣的一个科目，可是我知道至少这样多科目里面我是可以拿手，比较可以控制的。我就把那2年真的是好好的读到全校前5%-8%的那个学生，然后
那个我们的 School of Director， 就是那个 IT 的 Director， 他也帮我写了信去 Polytechnic， 直接让我跳过去了南洋理工学院。所以你是会读书的，晚开窍，后面追起来是很努力、很有恒心、意志力很强的。对，所以我每次就把我这些恒心跟减肥的那个恒心放在一起，是一样的。你要很有恒心，你才可以一直瘦下来。你说你在 Poly 读书的时候，还有因为这样叛逆跟妈妈顶嘴，是你人生最抹不去的一个伤口。那个时候因为功课压力比较大，然后也很多 project， 妈妈她就说，如果辛苦的话就休息啦，我去读一些药材给你喝，然后不要先读，不要读。然后我就很气，我就跟我妈说，哎呀，你吵这么多做什么？我读什么你都不懂。所以那个时候妈妈就我不知道她记不记得啦，可是我懂她那时候静下来了几秒，然后她就 OK， 我出去。很伤妈妈的心，你那种感觉是你不懂，你没受教育，你不要理我。我如果被孩子这样顶，我会觉得那个时候一直感觉她不了解我经历的一些压力，所以 OK 呀。脱口而出的那几句话，我觉得是我这一生其实跟我妈妈讲过最伤她的话，我到现在还是很内疚。但你没有跟你妈去磨合这句话。我们家族是不会讲这些的，我们不善于说妈我爱你，还是妈昨天的话我讲的太伤你的心，对不起，这些都是8频道戏曲我们会讲的东西。老实说，我在我家里其实都不，可是我看你跟家人感情很好啊，你常常把你那个侄儿拿来当小明星。当然我感情很好，可是可能有些比较肉麻的东西就会很少说。我跟你讲，你那句话是很伤人的。我老实跟你讲，我知道在那边照顾妹妹的时候，然后她在那边看那个英文戏，然后我只是为了要亲近她，然后我就跟她讲你在看什么戏，她讲呀你不懂的啦，你出去。我真的被她感觉到我用到我很 useless， 我要跟她讲我是谁呀？但是我在你面前居然毫不值钱，是很恨的。他只是没有恶意的去说，可是当一个妈妈哦，她什么都没有，她只是一个家庭主妇，她只是跟你讲，我唯一会做的就是煮饭，跟想要知道靠近你，唯一的就是了解你在做什么，连被你讲到，我讲了你也不会懂的。是，你用我们更 useless 哎。是，所以我真的那时候很后悔，可是我也没有跟他道歉。那你直接跟那边跟妈讲对不起啦。爱你可能我们不是洋人，不是那种 I love you，OK， 我觉得 OK， 就谢谢你啊，母亲节快乐。可是我觉得道歉要趁早，遗憾不能带着走，真的。妈，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在我房间，然后你就叫我去休息，然后我就跟你讲说。我就跟你讲说，不要吵我，反正我读的东西你也不懂。然后你就静了下来，然后你就出去房间。已经很多年了，可是我觉得这个事情，我还记得到现在，然后只想跟你讲一声对不起，因为入行到现在，其实我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，然后只能让你们从电视上看到我。虽然我尽量的在很多地方做到最好了，就是当兵的时候当长官啊，还是参加才华在电视上表演，然后让你跟爸爸都觉得有感觉到骄傲。我懂，我3兄弟我是最叛逆的，然后从小就一直给你很多问题，请很多补习老师来，然后你请多少个我就气走多少个，然后我学历又不是很好，如果伤到你的
有伤到你的话，就对不起。爸爸也是，你和爸爸都。没有，你和爸爸都很重要，所以爱你们。要不是这段期间，我真的很想给这个儿子一个抱抱。我们都走过一段叛逆的时间哦。很庆幸的是，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有回头的路，能够快点弥补我们对长辈的心中那份遗憾。但是，我是觉得不是我们有多少的成就，而是很简单的一句道歉哦，都可以穿透那个人的心。或许他已经不要那个道歉，而是我们良心上的一种释放。做错事就一句道歉，会瓦解我们心中扛在心里很久的那个疙瘩。我觉得爱还是要表达的，因为我真的身为母亲之后，我就觉得你们千万不要吝啬。是啊，就是因为父母他们年纪也大，就是好像每一天都是一个 countdown timer 这样子，所以一直很担心有一天会失去他们。事业的追求、奖项的追逐，最终都是希望能够荣耀到家人跟同事身上。对啊，自己也有啦，因为自己也想要证明给自己看。其实我们是同样的美女娟嘛，大家都跟我讲你真的很棒。他说你是一个很细心、很 nice， 然后会勇敢去面对解决问题的一个人。还有更了不起的就是你在成功的道路上没有一天吃得饱的。会怕胖吗？很辛苦我都讲了，有些艺人真的下辈子投胎做饿死鬼。不要，我投胎我要做猪。我也是，我要天天吃，把这一辈子吃不够的全部吃回来。你真的每天都是抱着半饱半饱的情绪在走。我觉得这个饮食习惯已经变到有点麻木，所以我已经变成一个 autopilot 这样。有时候我吃东西就会尽量不吃这个不吃那个，已经变成一个习惯。你是那种遗传的，呼吸都会胖的那一种？我觉得是。所以现在还有在运动吗？有。怎么样的运动？在家里运动，做那种 high intensive 的一种 interval training 啊。每天？几乎 alternate day 说，如果真的很忙拍戏没有办法做运动，就去户外跑步，至少都要3次。然后你吃饭吃几碗？我不吃饭。我不吃饭，我不吃面。鸡肉你可以吃几块？如果是大块可以吃3块啊。那我这样大。那鸡肉是 OK 的，就是在很节制的在控制饮食。那如果跟朋友出去有 party 有 gathering， 你怎么克制呢？这种大家要开心的时候，当然会吃啦，不要扫兴。隔天过后呢，就会运动多一点了，要不然就是隔天拍戏的午餐就不要吃这样多。哪有精神呢？被骂跟没有精神，每天整天晕晕的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艺人奇妙的东西就是这个精神东西，就算你有时候睡太少啊，在拍戏的时候还是可以把它挤出来。可是放工的时候哇，很累了，真的。可是又要运动，对吗？我们的那个意志力对是很可怕的。然后运动完了又要读隔天的稿。是，所以如今的现在的罗密欧，你觉得你是一个属于怎么样的人？私底下的我感觉一个人的时候了，我比较内向，很静，想的东西不是属于最乐观的，有时候，可是又不至于到很悲观。可能是跟成长的过程我没有信心，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敢最有把握的去说我做得到还是什么。我记得我入行了几年过后，我朋友跟我说，我看你的一些专访，你就很你，你在电视的那个感觉跟你本人是一样的，就是你没有一个 star factor 这样。所以那时候我自己是在爬头的，我是觉得说我当艺人不是就做自己吗？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艺人是哇，一上来他们有个 star factor， 他们讲的东西可能 OK 我知道包装过还是什么。就是啊，好，我上这个台，我把自己包装为全听你说我这样主持，我出国我又是另外一种主持，我私底下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不会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不是说我假，但是我已经人物设定这一个剧这一档主持，跟我包装在记者面前，你们要看到全一峰就是伶牙俐齿、很彪悍啊，讲话很犀利或什么什么，就是这样。可是我私底下可能讲话不是很清楚，
然后对事情不是很在乎。上到这个台面上，我对事情就很敏感、很在乎，所以我包装、我人物设定，你们要看到全一峰就是这样 ，OK， 给你们看到是这一面。可是底下所以这是一个包装的，是一个包。装。在你刚入行的时候，他们就组织了一个8公子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竞争下，会不会比较有压力？我会觉得有好有坏。好的地方是因为更多人关注，更多人知道你是谁，觉得那个是好事。可是坏的地方就是开始被比较了。对，八尾，竞争。对啊，像以前七公主一样，我还是觉得会有点辛苦啊。那时候是被比较的时候，会比较在乎那些排名啊、排位啊，会比较更敏感。你是蛮老实讲的一个人，是吗？我没有包装，我应该包装一下。所以罗密欧是一个宅男，对吗？长习惯的待在家里，包括吃饭，你喜欢一个人吃饭？我喜欢做很多东西就一个人，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好好处理我自己时间，我不需要等人。像我可以一个人吃饭，我可以一个人逛街。一个人吃饭有什么乐趣呢？你就填饱肚子而已啊！啊填饱肚子是为了我可以有多一点时间去做别的东西。 ，OK， 然后在家里呢，宅在家里，大部分都在干什么？在家里哇，想一个人看电影 ，OK， 一个人在家里看戏我 OK， 可是一个人去戏院我会怕，因为我不喜欢走出戏院的时候是一个人，然后你身边好像没有人可以跟你分享刚才的故事情节还是什么什么，就觉得好像被人家抛弃了，感觉分手啊，一个人这样子，我很不喜欢那种感觉。然后在家看戏还可以干嘛？整理一些电脑的照片、video 这些。哦，对，哎，其实他是有兴趣的，因为他很会拍照，很会拍摄。我本身最大的乐趣，如果我可以出门的话，就是拿着相机往外跑，所以那个不需要跟任何人，我只要我一个人跟我的相机，其实就够了。OK， 今天有带摄影机来啊？来，在这里。哇，你们真的是拍鸟的啊？没有，我觉得拍人像的。我看，如果拍鸟就要更远。哇，好美的镜头，我的天哪！所以我觉得拍照有时候也是，它的那个器材也是。它是器材好，我怎样拍都美，对吗？对，所以我是觉得器材很重要。很难 focus 哎，我老花嘞。其实 auto focus 哦，都 focus 啊。然后可能你可以看到荧幕，你可以动。它怎么变黑白的哈？动就。Sorry， 我不要玩了，人家这一台都很贵的。哦，你按到 monochrome， 这一台大概多少钱？如果加镜头的话，8、9千吧。我也有买空拍机。我知道。明星导游，听说你帮忙做空拍啊？对吧？你是蒙古是不是还是哪里？对，内蒙古。然后你帮忙做空拍，技术挺好的。然后最近我也看你 IG 的一些照片，你放一些被调过色的在台北的一些照片，对，很漂亮，很有那情感。你喜欢拍人物景还是？我从比较简单的开始是拍景，因为景是不会动的嘛，所以我可以什么时候都可以拍到，捕捉得到。可是我这几年就开始慢慢说想要挑战去拍人像。因为人像捕捉人像会比较难，有时候你要跟那个人沟通，要让他在一个舒服的状态，还是呢，就是要捕捉到他不注意到你的那个时候。是哦，你要拍我很难，你这样帅，我很难不注意到你。我又不是黄俊雄，坏蛋。然后在这边我们还是一个小小礼物要送给罗密欧，但是我觉得不要水果，我不要水果，不要送我水果了。但是我们的小导演啊、助导啊，然后就买了一个可以摆设吧，也可以跟你的家人更亲近的一个东西。OK， 这个是像像个 Polaroid。Yes， 是一个 Polaroid。这个很精致，很美，所以应该是拍了就这样转出来吧？没有，我帮你看，它是这样的。哇哦！保利照片放在这边，然后拍完之后你是直接这样把它转起来，从这边按下去拍照。真的，我们里面已经放了 film 了。这个单摆设就很好看。是，希望你可以跟你家人拍多一点你家人的互动环节。好啊，然后谢谢你们贴心。我说人生最灿烂的时光吧。对，跟家人多一点互动。捕捉下来。
是，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要非常谢谢罗密欧今天上我们节目，让我们看到比较不一样的他。他真的是一个赤裸裸、非常坦诚、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男生啊，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小男生。我也希望罗密欧呢能够找到你的人生的方向，不要再迷失了，然后勇往直前，乘风破浪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凤姐，你就坐在这边吧，看出窗外这样简单。坐在这个椅子。你会帮人家修片吗？会啊。因为凤姐笑很好看。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，全听你说加料版。